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直率 PK 温柔蜕变，38岁生日后的逆袭如何收获大众口碑？赵丽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10余年，是一段不断蜕变、迎难而上的成长史。事业上，她交出了无可挑剔的答卷，手握优秀作品，奖项加身，被称为流量与实力兼具的代表。然而，她的直率个性和敢于表达的言辞，却让她几度陷入舆论漩涡。这些年，无论是去年的那句别叽歪，还是今年的算你没，她总是因为快人快语被指情商不高，不够体面。如今，在看直播间里的赵丽颖，仿佛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，让人更为刮目相看。前不久，她在38岁生日过后仅4天，凭借一个细腻的举动，意外赢得了大批网友的称赞，口碑显著提升。很难不佩服赵丽颖的真实与坦诚。对自己的出身，她从不避讳。她坦率地说，老家廊坊对文艺和娱乐并不感冒。小时候，她与家乡的农庄、田野为伴，帮家人干农活的记忆尤为深刻。她羡慕城市里的女孩拥有洋娃娃，但家中的条件并不允许。赵丽颖的坦诚让她的真实感更显动人，即便学历成为外界对她攻击的一个点，她也大方承认自己直到中专时才第一次离家上学。出道以来，赵丽颖一直致力于用作品说话，靠实力赢得观众喜爱。她常被称为认真又直接，这样的性格让她从不靠卖惨博得关注。在拍摄《楚乔传》期间，面临烈日酷暑和沙漠天气的艰苦环境，赵丽颖不仅没有采取表现艰辛的方式博取镜头，反而在奔跑时开心地喊：“这太好玩了！”她的乐观与坚韧令人肃然起敬。在各类节目中，她又以直接、不矫饰的表达方式频频成为热点。与黄晓明拍节目时，她毫不掩饰地指出对方购物成瘾是毛病而非习惯。与张翰合作时，对她关于不喜欢某一类女性的表态，她立刻回应：“正如我也不喜欢她，更喜欢大老板型。这是因为像我这样有主见的人，她理解不了。”这种在话语上的果敢与坦率，让她获封“赵小刀”的称号，既引发争议，更让粉丝爱不释手。经历事业与公众关注的多年起伏，赵丽颖也在不断成长。今年，她在直播间的一举一动更令人耳目一新。她身穿薄荷绿抹胸礼服出现在镜头前，与她一直喜欢的哪吒形象神似。在互动时，她被粉丝作品中模仿她的角度与风格所打动，感慨自己的喜好能影响粉丝的表现。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互动，让整个直播间流淌着温暖的氛围。她真诚地对粉丝说道：“看到你们分享这一瞬间，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感动。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。”这种态度恰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理想关系。赵丽颖的温柔变化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原来的直率，而是在她坚持自我的同时，多了一份对自身影响力的敬畏与智慧。这种从心底散发的成长与成熟，赋予她更大的力量，也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同。如今的她，在镜头中谈及儿子时流露的母性柔情，与她选择留在家中陪伴家人的举动，都展现了一名成熟的艺人与母亲的责任与温度。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她与前夫冯绍峰的对比，一个理性干练，一个感性细腻。她坚定洒脱，他则心思缜密，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让外界津津乐道。而无论婚姻如何发展，赵丽颖始终坚持自己有能力，不需依赖他人。这种独立的个性正是让她一路走来的内核力量。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直率与争议只是成长中的一部分，真正重要的是在不迷失自我中坚持初心。她用温柔诠释了坚守，
用率真收获了敬意。这样的成长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。这份真实正是一个积极正能量艺人的最佳示范。哇塞，赵丽颖工作室周二惊喜营业啦！发布颖宝鄂尔多斯广告花絮视频，好漂亮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什么情况？现在明星工作室发个广告花絮都能冲上热搜，这都什么事啊？我手机都快被消息震炸了。我刚刷到赵丽颖工作室周二发了个花絮视频，说是鄂尔多斯广告的，点进去一看，原来是美人美景，确实挺好看的。结果呢，评论区和热搜上就开始吵，美不美啊？气质好不好啊？怎么就争议了呢？大家是不是平时都太闲了，盯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掰扯来掰扯去？我真是服了，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干点啥不好？我就纳闷了，现在看个明星视频都能看出一堆学问来。以前追星哪有这么多事，大家就纯粹看个作品，看个颜值，顶多讨论演技。现在呢，恨不得连明星今天穿的袜子颜色都要拿出来分析一下。现在这网络环境真是越来越魔幻了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被无限放大。我手一抖，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就一个花絮，能让粉丝狂欢，也能让黑子找到攻击点，我真是替他们累得慌。说实话，他这几年挺拼的，从《陆贞传奇》火了之后，几乎没怎么停过。记得2017年的时候，他一年拍了好几部戏，还参加各种综艺，那是真的连轴转。当时我看新闻说他几乎全年无休，这工作强度，一般人真扛不住。那一年，他主演的《楚乔传》收视率破了纪录。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数据，当年这部剧的平均收视率达到了2.0%以上，网络播放量更是高的离谱。这数字可不是随便来的，背后都是汗水。还有之前《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那剧播的时候，我妈每天晚上都守着看。这剧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，她转型也很成功。很多人都说她摆脱了之前傻白甜的标签，演技提升了不少。但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，现在大家还能为了一个广告花絮吵起来。你说现在这热搜是不是也太容易被制造出来了？感觉随便发点什么，只要有流量就能被推上去。这不，又有营销号开始带节奏了，说他这次花絮造型突破了，也有的说不如之前。真是无语了。这些人是不是都盯着屏幕等着找茬呢？我翻了翻，他以前也拍过不少广告，比如那个德芙巧克力，甜甜的，当时大家就说她长得像邻家妹妹。还有后来的 DIOR， 一下子就显得高级起来，感觉她每次都能给人带来点新鲜感，这大概也是她能一直火的原因吧。但这和这次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花絮不就是广告的一部分吗？核心不还是卖东西，只不过请了个好看的人来拍。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？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现在网上好多人都是拿着放大镜看人，稍微有点不完美，就恨不得把你所有的缺点都扒拉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，对明星是这样，对普通人也是一样。我身边有些朋友刷个朋友圈都要 P 半天图，发句话都得斟酌半天，生怕别人说不好。这不就是被这种放大镜文化给影响的吗？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多累啊！我真希望大家能放松点，看个花絮就看个花絮，觉得美就点个赞，不喜欢就划过去，没必要非得争出个子丑寅卯来。谁还没点瑕疵？谁还没点不喜欢的东西？这世界每天都在变，热点也转得飞快。可能这个话题还没凉透，下一个瓜就又爆出来了。我们这些吃瓜群众，每天都在信息洪流里被裹挟着走，手机烫得我手都麻了。这不，
我手机又弹出一条消息，说某个小鲜肉又被拍到什么了。哎，真是没完没了。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我得把手机静音了，不然这颗看热闹的心真是要受不了。这种没完没了的讨论和争吵，真的能让大家生活变得更好吗？我感觉自己都被这些无意义的噪音给淹没了。大家是真闲，还是被推着闲？赵丽颖不再隐瞒，坦白自己近期消失的原因，原来是为了陪伴他。Vogue 20周年晚宴的红毯星光璀璨，却不见赵丽颖的身影。这位曾手握飞天、金鹰双视后的85花标杆，已悄然从公众视野消失近2月。当粉丝为她错失华表奖提名惋惜时，一组路人镜头揭开了谜底。北京朝阳公园的沙坑边，赵丽颖正单膝跪地帮儿子想想擦掉脸上的沙粒，素颜的脸庞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。这并非偶然的休憩。2025年以来，她推掉3档综艺邀约与3个奢侈品代言，连新剧《造成者》的拍摄都特意协调了档期。此前南京某医院的急诊室外，更有人拍到她拎着绘本匆匆赶来，与冯绍峰默契配合照顾发烧的儿子。帆布袋里的儿童读物藏着母亲最细腻的心思。那些被揣测为避嫌转型的缺席，终究是为了奔赴更重要的约定。沙坑里的时光，褪去光环的亲子日常。别拍孩子好吗？发现镜头的瞬间，赵丽颖下意识将想想护在身后，随即礼貌地给摄影师递水致歉。这个被网友赞为护娃天花板的举动，恰是她陪伴时光的缩影。每个周末的农场里，她会跟着儿子蹲在草坪观察蚂蚁搬家。绘画班上，她握着想想的小手勾勒线条，书包上那枚亲手绣的平安符，针脚里全是未说出口的牵挂。不同于娱乐圈的晒娃式营销，赵丽颖的陪伴藏在细节里。想想生病时，她通宵守在床边记录体温变化。天气晴好的午后，她会扛着儿子在公园奔跑，瘦小的身躯撑起孩子咯咯的笑声。被调侃不愧是演过侠女的妈妈。就连与冯绍峰的养娃搭子模式，也透着对孩子的周全考量。家长会轮流参加，兴趣班分工陪伴，让爱从未因离婚缺位。清醒的抉择，事业与母职的平衡艺术。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，我不想错过。赵丽颖在私下采访中的坦言，道破了消失的真相。这种抉择曾引发争议，有人惋惜她错失主流奖项机会，有人质疑她放弃事业，但她用行动给出答案，推掉浮华邀约，却在造成者片场素颜与村民同吃同住，用去明星化的表演诠释演员初心。她的平衡之道里，藏着成熟女性的通透，不把陪伴当牺牲，也不把事业当枷锁。在片场，她是为角色学福州方言的演员；在沙坑边，她是能陪孩子玩到满身沙土的妈妈。正如想想书包上的平安符，一边系着对孩子的守护，一边连着对职业的敬畏。当同期顶流忙着亚戏营销时，她用8.2分的作品平均分证明，暂停脚步不是落后，而是为了更稳的前行。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她用最朴素的陪伴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功从不是永不停歇的奔跑，而是懂得在恰当的时刻停下，接住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。